一觉醒来，我被抽中参与怪谈直播，只有活到最后的人才能离开游戏，输掉的人会被抹除。规则1：待在卧室时，任何人叫你都不可以回答。规则2：记述日期的午夜12点，要去看客厅的窗户。规则3：床底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规则4：家中多出陌生人时，不要去看他的眼睛。规则5：冰箱的门不可以打开。规则6：家中出现流浪动物要立即投喂。规则7：不要和哥哥交谈，不要相信哥哥的话。请每个游戏宿主遵守上述规则，但是并非每个规则都正确，请宿主仔细分辨。直播开始，我要在家中待满7天，期间家中发生任何异变可以找地方躲藏，但绝不可以走出家门。我睁开眼睛，已进入怪谈游戏的世界。床边是一面窗户，外面漆黑一片，大雨不停地浇下，这样的环境真是压抑。总之，先要活下去。突然，手腕传来滴滴的声音，是一块黑色的智能手表。通过手表可以看见其他同样参加游戏的选手情况。手表屏幕上不停有弹幕闪过，这就是游戏内部，灯光闪来闪去，好恐怖！要坚持到最后。我们不想死。我关闭手表声音的同时，门外响起上楼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很慢很沉，踩的木质楼梯发出吱呀牙酸的声音。下意识我屏住了呼吸，谁知道走上来的是什么东西？脚步声停在了房间门口，突然响起中年妇女嘹亮的叫声：小将，你睡了一个下午，醒了没有？快点下来吃晚饭。这个声音很像我现实中的亲妈，下意识的就想回答。她用力敲打房间门，力气大的要把门敲烂。快点说话，你醒了没有？我没有回答，紧紧地闭着嘴巴。怪谈规则第1条：待在卧室时，任何人叫你都不可以回答。外面的人用力砸了一会门，见我一直不回答，骂骂咧咧离开了。我擦了把冷汗，才敢慢慢地恢复呼吸。手腕的手表亮起了红灯，有参加游戏的选手被淘汰了。规则：怪谈游戏是24小时不间断直播。手表小小的屏幕上塞满了弹幕，老子要被吓尿了，还以为门会保不住。外面的东西肯定不是人吧？这声音真像我妈，还以为我妈要冲进来揍我。我看了一眼死亡选手的淘汰回放，和我一样是个妹子。妹子一直害怕地缩在床上，听到妈妈的叫声和丧心病狂的敲门声，忍了一会，还是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随即门外的声音全部停止，卧室里闪烁的灯光熄灭。她尖叫一声就被门外的人拖进漆黑的走廊深处。在游戏中也会有饥饿感和疲倦感，在这种环境里一定要保持好体力状态。我透过房门的缝隙，确定没有东西躲在外面，才打开房门，走下阴暗狭窄的楼梯，去吃妈妈为我们准备好的晚餐。客厅中没有开灯，而是点着几根惨白的蜡烛。穿着围裙的妈妈向我解释：暴风雨天气，客厅里电闸跳了。她转过身，目光诡异地盯着我。小将，陪我一起出去看看，看能不能修好。我立马摇头，不行，我怕黑，晚上不敢出去。我很清楚地记得游戏总则，在家中待满7天，绝不可以走出家门，离开这间房子会死。妈妈盯着我好一会，才扭过头埋怨：真没用，一点忙也帮不上。等食物摆上餐桌，光线幽暗的客厅里又走出2个人，无声地在餐桌边坐下。一个是戴着眼镜的高瘦男人，应该是我的爸爸，还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，帽子盖住了他大半张脸，只能看见他没有血色的皮肤和清瘦的下巴。这一个应该是规则中提到的哥哥，不要和哥哥交谈。但这个幽灵般的哥哥从头到尾没有露出过脸，也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。我收回视线，看着碗里颜色奇怪的肉，我一点胃口也没有，还想吐。桌上只有安静进食的声音，没人管我。我悄悄抬头环顾客厅布置，靠近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冰箱，冰箱里可能有其他食物。我记得规则中写着不要打开冰箱，但怪谈游戏的规则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错误的。冰箱到底能不能打，这得用命去试。谁能想到，我一觉醒来竟陷入了规则怪谈。看着碗里颜色奇怪的肉，我一点胃口也没有，还想吐。我悄悄抬头环顾客厅布置，靠近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冰箱，冰箱里可能有其他食物。我记得规则中写着不要打开冰箱，别无选择。我只能屏住呼吸去吃碗里的肉，味道并没有想象中的恶心，但也很难咽下去。吃过晚饭，爸爸和哥哥无声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盯着黑漆漆没有电的电视。妈妈一边埋怨，一边叮叮当当收拾碗筷，一切看上去诡异又正常。我匆匆走上楼梯，身后有人追了过来，冰冷的手死死拽着我的手腕。我僵硬回头，来找我的人果然是哥哥。小将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冰冷的寒意顺着他抓我的手往我身上爬行，我不敢说话，拼命甩开他的手，往楼上房间逃。我深知规则中写着不要和哥哥交谈，不要相信哥哥的话。他没有追过来，但视线一直粘在我的后背上。你要相信我，只有我知道一切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在这待满7天，你也离开不了这里。
回到房间，我平静下来思考他说的话。这个世界是假的吗？难道所有参加者都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？根本不可能有人活着离开。这个想法让我齿寒发抖。我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手表显示现在是晚上11点，手表上没有红灯亮起，代表没有参加者淘汰。也许这条规则是对的。眼下只有2种可能性：第一种，所有人都管住了好奇心，没有和哥哥交谈；第二种是这条规则是错的，可以和哥哥交谈，哥哥的话都是真的。只有这样才不会触发规则。我倒在床上睡了一会，一觉醒来，手表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0月19日。我吓得立即清醒过来，按照规则，计数日期的午夜12点要去看客厅的窗户。已经过去了1天，我居然睡了这么久，仿佛我睡觉的这段时间，一切都停止了。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时间到了深夜11点30分，我走下昏暗的楼梯，来到客厅里一扇宽大的落地窗前。手腕间的手表忽然频率奇怪地震动起来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提醒，只有一句话：千万不要去看客厅的窗户，这条规则是错的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知道这条规则是错的？我手指颤抖发去信息，久久没有回复。跳动的电子数字，即将到达午夜12点整，只有2秒的时间可以选择。我立即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一大片血迹从天而降，血水一样泼在落地窗上，同时手表红灯在黑暗中刺眼地亮了起来。又有人被淘汰了，这是一条错误的死亡诱导规则。如果没有那条神秘短信提醒，我可能也死了。我靠在楼梯墙边，心跳极快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感。弹幕疯狂地刷，运气太好了，他居然选对了。死亡回放也跳了出来，我随意点开一个视频，画面中男人的死法看得我有些生理不适。走上楼梯时，我腕间手表再次震动，还是没有信息来源的短信。我没时间了，只能再告诉你一条错误的规则。我等了一会，手表安静的没有信息提示，像是对方遇到了危险。回到房间才睡下，沉重逼人的脚步声再次出现。小将，你睡了没有？门外中年妇女在咆哮，我没有回答。把灯关掉，不许浪费电，听见了吗？我的沉默惹怒了他，他又拼命砸门，似乎下一秒就要闯进来。在游戏中，所有生物都必须遵守规则，不管是人类还是这些诡异的怪物。我没有触犯规则，他们就不能伤害我。我冷静下来，用被子盖住脸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凌晨4点，我被床的震荡惊醒了，不是地震，是有东西在床下蠕动，试探的要爬出来。房间里的灯不知什么时候熄灭，窗外暴雨不停。我想起规则第3条，床下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